Hello，跟大家分享一款肩上的饽饽肩上的饽饽。首先呢，这个头发呢，我会从后区开始修剪，现在是一个前后分区，很简单的在沙龙上面我们会经常用到的一款饽饽头。前后分区，我们会从底区的位置先去设定一个长度，设定了一个长度以后呢，再去把前面的边缘层次做出来，在上面去做一点点层次，再剪上一个刘海。在最后的时候会呈现一个造型给大家也是沙龙上面非常实用的一款好，那我们从后区的第一个区开始。第一个区的时候呢，我们设计的长度在哪里呢？你要去摸它的这里的一个骨头，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骨头，它的第二个骨头的关节的位置，就是我设定的长度。那为什么我要去设定这里的长度呢？因为在第二个骨头最突出的第二个骨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剪到这个肩上的饽饽的时候，它容易往前跑，它不容易翘。所以我们在剪这个长饽饽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翘，就是在这里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剪到是刚好在第二个骨头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刀。从我们中间呢，把头发分3片剪完，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骨骼最高的这个地方，下刀子把它剪掉，剪平掉就可以了。对，剪平掉。好，第一片剪完了之后，开始第二片。我们整个在后面上面呢，不用去想太多，你的整个后部的位置呢，去剪一个直线条就可以了，直线条好，继续。人的站位站到后面，你不要去移动它，你就站到后面中心的这个位置，不要去动它就可以了。好，继续。好，剪掉。继续我们的头发，慢慢的去把这里全部收掉。好，剪完了以后呢，你会发觉现在你剪的整个头发呢是一个直的线条。剪完了之后，两边做一个对比，从这两边做一个对比，放到中间的位置，你看是不是一样长？是一样长的时候 OK 就 OK 了。好，区域分得好以后呢，同样的按照底下的导线开始修剪，还是一样的，从中间的这边开始，找到我们底部的一个底线，直接把它剪掉。继续，你的人的站位还是站在后面这个方向，不要去动它。我们在后面去剪一个直线，你的人的站位还是在后面，不要去碰它。继续我们的头发，好，继续我们的这边的头发。在剪我们底座的时候呢，你只要记住，我们现在先定的是一个长度，不用去管这里的一个头发的层次，还是一样的，跟下面的方式是一样的，慢慢的连接掉，继续。慢慢的连接，好，同样的，找到下面的导线，直接去把它剪掉。好，继续。跟下面是一样的。
好，剪到我们后面的这里的头发了之后呢，把它剪平掉了以后呢，再开始把里面的内角去掉。为什么要去内角？因为头发到了一定的短度的时候呢，头发的重量会叠加，所以你底下的地方呢，虽然我们是平的剪的，但是我们的手它会有一个手指的一个微微的角度，会造成里面的外线不够干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湿发的时候，先把这个外线先把它剪掉啊。好，看一下，还是一样的，从中间的地方开始 C 型梳理。C 型梳理，你只要看到里面有多余的长的，去把它轻轻的剪一下就可以了。再把上面覆盖下来，你会发觉上面的头发比下面的头发要长，微微的长一点点。这样子，你的头发在吹干了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短的头发刺出来。好，继续 C 型梳理，找到底下的刚才剪的那个导线，直接去把它剪掉就可以了，很简单。只要你微微的去剪一点点就可以了，不用去想太多，你只要微微的看到这条你开始设定的那一条线，按照那个线去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好，继续 C 型梳理。C 型梳理的时候呢，向后向前都可以，都没有关系，主要的是你把里面的一个线把它剪干净而已。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好，同样的剪到这一边 C 型梳理，继续C 型梳理，梳过来，继续。你看，我们一片一片的去修剪它，一片一片就去修剪它，不要去太贪剪。你只要是当你头发厚的时候呢，头发比较多的时候，你一个手抓不下的时候，你就把头发分薄一点点，直接这样去它就可以了。你不要去贪剪，你贪剪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去的不会那么的好，那么的干净。继续一样的 C 型梳理，看到没有？当我 C 型梳理出来之后，你会发觉这里的角都会出来，把这里头发都拿掉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你再去覆盖它的时候呢，头发就全部包住的感觉。好，那我们再看一看盖住了之后的一个效果，盖住了之后的一个效果。好，就是一个直线条。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底部的一个多余的长度去掉了以后，做了一个行线。这个时候我们再连接我们两侧的位置过渡过去，上下分开，分开了以后，找到我们耳后的这个长度，看到没有？找到我们耳后的这个长度，这是我们的长度。找到我们耳后的长度，在耳朵这个地方的头发呢，尽量用大尺，看到没有？用大尺轻轻的梳下来，不要去用太大的张力啊，不用太大的张力，慢慢的，看到没有？找到耳朵这里的长度，慢慢的去切掉，还是一样的，剪一刀平过去，继续。不要贪剪啊，不要贪剪。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你越慢的时候，反而你会越快。跟下面的头发做一个过渡的连接，跟下面的头发做一个过渡的连接。找到下面的导线，好，最后一片，慢慢的连接过来。同样的，梳下来。找到下面的导线，继续。好，这样子你就过渡过来了。过渡过来了以后，你会看到从这里慢慢连接过来之后，我们同样的一个 C 型梳理 ，C 型梳理，把里面的内角去一下。好，再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侧面的这个头发的一个状态形状。会看得很清楚，是一条直线，慢慢的走过来的一条直线。顾客跟你的一个头位的问题，当你剪侧面的时候，你尽量的时候让他头往这边轻轻的倒一下，这样子的话，你会把你的角度拉得更好。好，找到我耳后的这个导线，跟到我这个导线呢，慢慢的连接过渡，跟到我这个导线，慢慢的连接过渡。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头位的问题啊，这样你会更好的去控制它，做得会更加的好。通常的时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顾客的时候呢，他的头这样倒的时候呢，有的顾客他喜欢低着玩手机，他这样往这低着往这边倒的时候，你容易把这里剪短，所以一定要让他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点，再往这边倒，这样前面的头发容易放长。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直线，而不是一个圆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头位的问题。好，继续
上下继续。这个时候你不用去思考任何东西，你只要思考一个问题：我先把我形状底下的底线的形状、长度去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不要去思考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整个头发的架构它是以长度、层次加上一个刘海去设定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完成了我们的一个长度的形状的一个问题。好，同样的 C 型梳理 ，C 型梳理，把我们的鬓角这里的长度轻轻的去抹一点点。好，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这里的头发，同样的就这个角度，看一下一刀平过去，是一条直线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两边的长度是不是整个头发的长度就有了？当我把整个头发的长度做完了以后呢，我会去思考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是我一个边沿层次加上一个刘海？好，大家看一下，我先做我的边沿层次，我们做一个斜向后，做一个斜向后，作为我们一个边沿层次。做我们边沿层次的时候，一样的，头会往这边轻轻倒一点点。这个时候你在设定你的边沿层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到底是以我鬓角的这个点去操作，还是以我耳朵这个点去操作？这两个点去操作这个边沿层次，它会出现不一样的状态。如果我是以我鬓角的这个地方的边缘去操作，我的宽度它会变窄；如果我从耳上这个地方去操作的时候，我的宽度会增加，它打开了乳肉的皮肤就会更多。所以我们是不是会决定了看一个脸型？如果脸型偏瘦，我是不是可以从耳上作为我的边缘层次去设定？如果脸型偏圆，或者是偏方，或者是脸型偏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以我们的鬓角这个地方做我们的一个设定？好，因为模特的脸型这个地方还是颧骨、腮帮骨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点点薄毛啊，所以我还是会以它的什么样子？以它的鬓角的这个地方的长度、角度呢？我们同样的，因为我们通常在剪沙龙的时候呢，我们在剪顾客的头发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头发变成一个低层次，我们层次不要那么大。所以我们的角度也是放低。好，我是不是从我的鬓角这个地方开始设定的啊？鬓角这个地方开始设定。好，抬起来，对。角度拉低，我要走的边沿层次刚好是落在我下巴这个地方，落在我下巴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你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低角度走到一个边缘层次，看到没有？低角度走到一个边缘层次。好，继续我们的第二片，同样的，它的角度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一样子，你只要找到前面的这个导线就可以了。你找到你前面的这个导线，看到没有？我们找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导线，连接过来就可以了。找到我们前面导线，角度同样是一个低角度啊，同样是一个低角度。继续。好，你会看到是不是在我的终点的时候，是不是在我的下巴这个地方？起点的时候是在我鬓角这个地方，得到一个低层次的一个边缘层次啊。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同样的找到你前面的这个导线，看到没有？越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头发越剪的就越没有什么剪的了啊。越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头发越没有什么剪的了。角度你要控制啊！现在的模特的头是低着戴，所以你的人的也是角度要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你要固定的时候是在这个角度上面，你会更好的操作。它低的时候你也要低一点了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剪完了，这个里的边缘层次我们看一下，好，保持一下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剪的一个边缘层次，刚好我们得到一个边缘层次的一个结果，一个边缘层次的结果。好，我们开始剪这一边。好。同样的，找到我们鬓角的这个长度，角度拉低，角度拉低一样的，角度拉低，同样的，剪到我们这里第一刀的时候呢，停掉，因为你在这里过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跟它过渡呢？我们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起点，在我们鬓角，那我们的终点是不是到我们的下巴？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两边会剪得不对称，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时候，你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上面的一刀跟下面一刀就定好，中间直接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呢，你会剪得更加的过渡的会更好。好，你看没有？是不是中间就这么一点点长度，直接连接掉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边缘层次是绝对可以固定掉的啊。这样的角度拉低，找到里面的导线，找到导线直接开始，角度拉低，找到导线就直接可以开始了。继续找到我们这个导线，好 ，OK， 得到一个很好的边缘层次。继续跟着下面做连接，角度是一样的，不用去移动它，你只要跟着下面去做连接就可以了，角度是一样的。好，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这里的边缘层次就已经完全出来了啊，已经完全出来了。好，整个底线的位置长度已经控制了，对不对？边缘层次做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再是一个刘海的问题，加上一个层次的问题，进行第三个环节，就是我们刘海的问题。在刘海这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整个头发不管剪任何头发，刘海是整个头发的灵魂。你要注意的是刘海的3个思维，第一个是它的一个深度，第二个是一个它的宽度，第三个一个是它的长度。这3个思维你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的深度越深的时候，代表着我们的刘海的厚度就越厚；当我们的宽度越宽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的脸型打开的越多。当我们的长度设定不一样的长度的时候，就会发生不同的比例。所以这个3个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在它的头发上面呢，你可以发觉一个问题，它的刘海是比较稍微偏少一点点，所以在刘海上我们再加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点点向前1个手指，一直分到我们的外眼角，这就是我们的主刘海区。黑眼珠以内是我们的第一片头发。通常在剪我们的这个往前剪的刘海呢，通常呢我们比较柔美可爱一点的时候，我们通常的长度会放到我们的鼻梁最凹的这个点。为什么要放到这个点的位置？放到这个点的位置，主要是在我们侧面的时候呢，在顾客的角度上面，它的鼻梁的立体感会更高，所以我们通常会放到这里的这个长度啊。好，我们第一刀就剪掉了。剪掉了以后呢，再开始我们的第2片的头发。第2片的头发，从我们的鼻翼的地方开始。鼻翼的地方开始，一刀下去，鼻翼的地方开始，这边也是一样的，从我们鼻翼的地方开始。这个时候我们会设定了头发的3个点，1、2、3。好，当我们的长度设定完以后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做一个过渡的连接就可以了。过渡的连接，同样的把角度拉到我们鼻翼的这个地方，保留下面的长度，你只把中间的头发做一个内凹型就可以了。做一个内凹型，你会发觉你的问题。你的刘海就变成一个弧形的状态，变成一个弧形的状态。好，继续我们这边的头发。好。好，这个时候你的刘海就出来了一个内弧形。这就是我们的主刘海就出来了 ，OK 了。当我这里的头发比较厚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一个角。当我头发少的时候，你没必要去角，你只要检查一下干不干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去角的目的是为了让头发的增加它头发的一个轻柔度。当你的轻柔度达到的时候，就没必要去做一个轻柔度。好，在我们的副刘海的位置看一下，副刘海拿出来了以后呢，从我们的主刘海的地方呢。你只要做一个微微的过渡就可以了，微微的过渡，微微的过渡。你可以用划剪，慢慢的去把这个地方去慢慢的划掉过渡就可以了。划剪轻轻的划一下就可以了。好，你可以看见我现在的头发就已经过渡掉了，过渡掉了。好，只要有一个毛笔状的感觉就可以了。主刘海、副刘海都出来了。在拿副刘海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你的头发呢不宜过的什么？不宜过的太厚。你厚了之后，你要去打薄，你要用头发的一个量感，你要用头发的一个量感去调配头发的形状，而不是过多的去打薄它，去调配头发的形状。什么叫做层次？从最高点到我们的总长所落下来的距离才叫做层次。当然我们在沙龙里面剪的更多的还是以低层次为主，所以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以一个低层次为主？好，层次就比较简单了。
既然剪低层次的话，那我们的头发的长度呢，层次就不会去拉太多。好，我们把整个头发梳起来，梳起来以后，我们看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内角，把这个内角剪掉。剪掉这里的内角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你会发觉，当我们头发边缘层次再放下来的时候，我的边缘层次会产生比较柔和状态，它不会那么重了，它就没有那么重了。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同样的角度拉起来，角度拉起来，找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内角，剪掉。同样的，我们前面的头发的一个层次就已经做完掉了。好，在前面的层次解决完了以后呢，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是产生一个后面的一个层次的问题？那我们开始从中间的地方开始，我找到前面的长度跟我后面的长度，你会发觉一个问题，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内角，两边短的会产生中间的一个夹角？你只要把这个夹角的头发去把它剪掉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点剪，你也可以选择平剪，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不管是点剪还是平剪的时候呢，也要记住一个问题，我的切口它是偏圆形的，切口是圆形。因为切口偏圆形的时候呢，头发它才会有重量，它会有重量的时候，头发它不容易什么翻起来。如果你的切口是平行的时候呢，中间的量被去掉的时候，两边会放长，所以整个头发的量感呢是会怎么样的？放下去之后，它的头发量感发片量感被拿走了，所以头发就容易翘。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口的一个因素啊。好，继续找到我们刚才剪的那一片，你只要在头顶的这个地方一点放射就可以了。好，一点放射，还是我们用点剪走圆形的一个切口。点剪走一个圆弧的切口，继续慢慢的放过来，找一个圆弧的过来，还是一样的，你只要找到这个导线就可以了，看到没有？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夹角？只要把它夹角剪掉，走一个弧形就可以了。继续慢慢走圆，一点放射啊，从我们的头顶这边一点放射，角度拉高，同样的。剪到我们耳前的地方的时候，你看一下，把头发拿过来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不会有太多头发剪了，因为你前面的头发，你的层次已经被你去掉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实际上你剪的是什么？耳上到耳后的地方啊的头发。好，这一半剪完了之后，我们再开始另外的一半，同样的，一点放射，从一个点慢慢的走圆，慢慢的走圆就可以了，慢慢的走圆，找到两边的一个长度，把中间的角去抹圆一点就可以了，你不要去抹平，当然你也可以抹平，只是你要的结果跟区别你要知道。好，同样的提起来，慢慢的继续，继续，好，最后一片。同样的，最后一片头发。好，基本上面的结构我们就剪完了。好，在上部的位置我们剪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头发是不是产生了头发的一个低层次的状态，看到没有？一个低层次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剪中间还是不剪中间？我剪中间是不是会造成我这里的头发会更加的柔和？如果我想这个底下更厚的时候，我是不是中间不用剪？同样的，下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常的时候，把这里区域剪掉之后，我们再剪一个中间的一个区域，因为中间是一个量感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去提一个层次啊，去把这里的一个角去掉。好，同样的还是从中间的地方开始，从中间的地方开始。好，90度拉出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地方会有个角？一样的，把这里的角剪掉。保持下面的一个长度，把这里的角剪掉，继续，同样的走圆，不用想太多，我们要走的是一个圆形，继续，好，继续，我们的头发，
好，跟着头型走。在耳朵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长度，如果我还是这样去，头别动啊，如果我还是这样子平行拉出去剪掉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容易去流失我这里的一个重量跟长度？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头发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角度稍微的比后面的这一片稍微长一点点，这样可以保持我底下的一个重量跟长度，它不会流失掉。好 ，OK， 这一半就剪完了，再开始另一半。同样的，跟着我们的导线直接走过来，跟着我们的导线直接走过来，继续随头型，随我们的头型去走，继续随我们的头型走，继续我们的头发。好，到我们耳后这一片头发了，同样的注意角度稍微拉高一点点，同样的注意角度稍微拉高一点点。好，整个中间的层次也剪掉了。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头发，这样子的话，我们中间的层次它会收得更紧一点点，下去的头发是不是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剪？如果下去继续这样剪的话，底下的发尾会变得更柔和。那我不想要柔和，因为我喜欢底下底座还是会偏重一点点，所以我们的层次就这样子，剪掉这里就可以了。这款头发呢还是很简单的啊，我们主要是走了一个底座的一个长度，加上一个边缘层次，再是一个主刘海跟一个副刘海，去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在头发上面去剪了一个低层次，看到没有？剪了一个低层次，所以发型还是很简单的，但是在沙龙里面我们会经常用到。好，等一下我在吹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去打薄，再去去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亮，好不好？好，现在我把整个头发都全部吹掉了啊。吹掉了以后呢，我们看一下整个头发的一个状态。整个头发的一个状态，现在是没有做过修饰的，只是一个结构跟一个长度，还有一个形状啊。我们把整个头发都全部都已经把它做掉了。好，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很清晰你的头发的一个主刘海的区域，是吧？副刘海的区域，还有一个层次的区域，你都会看得很清楚。还有底下的一个长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一点亮啊，去一点亮。首先去亮的时候呢，我们先从后部区开始，同样的把头发分开，开始我们的一个去亮。从我们后区这个地方开始，看到没？从后区开始，首先第一个拿一个发片，从我们发干的一半的地方，1、2、3、4，做一个高层次的一个去亮，高层次啊。高层次的目的是什么？高层次的目的就是让头发有一个收紧的状态，从高到低，还可以就保留我底下的一个什么？保留我底下区域的一个长度的质感啊。好，继续角度从高到低慢慢剪掉，继续从高到低，1、2、3、4，心中有个口诀。继续我们这边的头发，角度拉低，1、2、3、4，剪掉。继续角度拉低，1、2、3、4，剪掉。继续角度拉低，1、2、3、4，剪掉。好，剪掉了以后，我们这底下的头发的亮感就去了。去了以后，再从中间的位置开始，我们从后面的后部区先开始做，再从中间的地方。记住，头发发量最大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一定是在我们中间的这一块区域，这里是我们的重量区，所以我们头发量感最大的地方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从我们中间的这个地方看清楚，角度拉高，同样的，从我们上面的1、2、3、4，还是一样的，做一个高层次。继续，角度拉高，1、2、3、4，好，你会看到把我们中间的亮感去把它做掉，角度继续拉高，1、2、3、4，
同样的啊，你心中有一个口诀，其实就很简单了，对不对？1、2、3、4，好 ，OK， 这我们中间的位置就已经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好，再到我们顶部的位置，我们还是一半一半的做啊。顶部的位置角度拉高，为了保持头发的一个质感，1、2、3、4，为了保持头发的一个质感。继续角度拉高，1、2、3、4。你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在我们顶部的位置，我们这个地方顶部的位置角度拉高了之后，但是我们去了，看到从里慢慢的变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上面的质感。你的头发为什么会觉得打薄，是不是会觉得头发会毛躁？是因为你把质感的位置你去把它去掉了啊，质感的位置，所以保持上面的质感，看到没有？它的光泽感就会出来，这样的话头发就不那么容易的去毛躁了啊，不那么容易的去毛躁了。但是你要记住一个问题，记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你用到牙剪，头发都会毛，只是我们怎样让头发的毛的感觉呢，让它降到最低，你不要去让别人感觉到，我头上面也是短头发，哪里是短头发，它是这样子就是不行的啊。好，继续我们侧面的地方，看清楚，侧面的地方也是角度拉低，1、2、3、4，继续角度拉低，1、2、3、4，好，继续我们头发耳后的地方，角度这个地方，继续1、2、3、4。好，我们在侧部的位置，这个地方的亮感就会被我们去掉了，好，再是我们顶部，同样的，在我们顶部的地方，好，角度同样的拉高，为了保持上面的质感，看到没有？保持上面的质感，同样的，但是你要记住一个问题，是你每剪一片头发的时候，不要去重复它，剪完之后向后梳着，你的头发。如果是把一片头发的重复的去打的时候，你的头发打的是不会很均匀的，它会造成有的位置厚，有的位置薄。我们先把整个头发的亮感调成是一样的状态，之后再去调整整个头发。好，现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头发，现在这个时候头发是比较柔和的，现在做完了以后是比较柔和的一个状态啊，比较柔和的一个状态。好，再开始我们另一半的这个地方的修剪，好，继续。同样的，我们还是从后区的地方开始，后区的这一半开始。同样的，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样，分三层。好，从我们后区的这个地方，耳后这个地方第一片开始，角度拉低，一样的高层次，1、2、3、4。你看，我剪一片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着，我不会让另外第二片去碰到它。要不然头发什么样子又重复去打它了，那这样子头发呢，它的匀度感不是特别好，发片不宜分得太厚，你只要适中就可以了啊，适中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再过去，继续同样的斜向厚的发片，看1、2、3、4，一样的，继续1、2、3、4。好，继续，同样的角度拉低，1、2、3、4，好，我们底区的位置就做掉了。做掉了以后，再开始我们的中间的亮感区的位置，好，同样的从我后这个地方开始，斜向的发片，角度拉高，1、2、3、4，继续，角度拉高。1、2、3、4，看梳一片，剪完一片之后就把它梳好，放过去，再进行下一片，继续1、2、3、4，同样的，好，同样的头发提起来，1、2、3、4，好，这里再开始1、2、3、4，好。中间的亮感被我们去掉了，再开始我们上面的一个亮感，同样的是我们的上区的一个亮感的位置，角度一样的拉起来，看到没有？1、2、3、4，提起来，继续，角度好，我们在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得更清楚啊，
这角度同样的，1、2、3、4，看到没有？1、2、3、4，继续，一片打完了之后，继续下一片，但是不要重复。记住，剪完了之后，梳子梳过去，再下一片开始，这样去操作。1、2、3、4，好，把整个后部的这个地方的区域就全部做掉了。做掉了以后呢，我们再开始做侧面的位置，同样的，看一下我们侧面的地方。看看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是一样的，斜向后，角度拉低。你看这里的头发是不是比较少了？这个地方就不要碰它了，不要打了位置薄的位置，再继续过它，就不要去碰到它，一直碰下面的位置可以了。看到没有？1、2、3、4，一个发片提起来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是哪个地方厚？1、2、3、4，不要去碰到它薄的位置，这样头发才能做的比较均匀啊。1、2、3、4，好，我们侧面的第一片打完了。在侧面的位置呢，基本上你就是2片，一个低角度，一个高层次，一个高角度的低层次就解决了侧面的有问题了啊。好，继续，同样的，我们在头发剪到低层次的时候呢，我们头发上面不容易那么松，所以在上面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做一些间隔，还是一样的，看到没有？从我们的1、2、3间隔，把根部稍微去顶一顶，让我们上面的头发更松动一点点啊。1、2、3间隔一下，不要去处理它啊，打一层一层，有时候不要去做它，我们只要间隔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拉丝，可以比较拉的会比较松散一点点，看到没有？这样子比较松散一点点。好，继续，同样的，1、2，间隔一下，对，同样的1、2、3，贴到我们的根部的位置，去轻轻去一下就可以了。好，再一次最后的时候，先去了我们的发干，再把我们最后的发尾的位置再去轻轻的去处理一下。好，发尾的位置啊，角度看到没有？同样是拉低的角度，做一个内弧形啊，做一个内弧形，继续。同样的，看到没有？做一个内弧形，同样的做一个内弧形，去把我们的头发做一个内弧的效果。这样子，我们的头发就会看起来发尾的位置就比较柔和，好。同样的角度，打住了吗？可以吗？好，再剪到这一侧，看我的手，继续我们的头发。好，第2片，再是我们的第3片，同样的。好，最后你中间的位置。好，这个发尾的亮感就被我们拿掉了。好，我们整个头发呢，再看一下这个侧面的位置，你看得很清楚，这里的一个鬓角啊，你看鬓角的一个形状，还有刘海呢，这里的头发都出来了。还是一样的，看一下我们这个上面的拉丝感，它能不能去把头发轻轻的用手，看到没有，去捕捉的比较松散。好，它有松散度了。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头发的一个层次的一个结构，看到没有，是一个低层次。还有再是看一下底下底座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偏厚重的感觉，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底下不要太薄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这个侧部的位置呢，就已经 OK 了。好，我们整个头发就全部剪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感觉啊，我们整体的感觉都会有了，包括侧面、前面都会比较好看，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造型。
好，那我们开始演示一个造型啊，在沙龙里面，经常的顾客说喜欢比较自然的感觉，我们怎么去做它？好，我们把头发分下上下两层，上下两层开始了。我们电棒呢，从我们侧部的位置看到没有？侧部的位置电棒进去，进去完以后看到没有？慢慢的向前，慢慢的向前。好，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的电棒的头发看到没有？一松散掉之后，它的流向是往前跑的。第一个往前跑，第二个的话，你会发觉一个问题。它的流向向前，头发会有松散度。它跟我们水平进去的时候区别在哪里？水平进去之后，你的头发这个地方会太圆润，那会造成你的脸型这个地方会拉得更大，它的修饰一个脸型的效果就没有了。而这样我们是服帖的一个流向向前，这样它可以怎么样子收紧啊？好，第一片是这个样子的状态，继续我们的第二片的头发，第二片也是一样的，角度拉低，同样的从你发干的位置中间开始，慢慢的向前。好，你会看到是不是流向向前跑了？流向向前跑了，流向向前跑了啊！好，再继续我们的第三片的位置，同样的跟到后面走，第三片的地方找到我们第三片的地方，同样的角度拉低，看到角度拉低，同样的流向向前走。好，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整个底部的位置，看到没有？底部的位置都是往前这样冲的一个感觉。好，第一区做完了之后就是第二个区，第二个区的话就是我们一个顶部区。其实做头发的话，你就是分两个区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的。在我们顶部的这里的头发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问题，角度拉高，电棒向前，发尾卷进去，发尾卷进去。好，发尾卷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发尾的头发有一个流向，慢慢的去松掉，慢慢的去松掉，慢慢的去松掉，慢慢的松掉。不要把头发做得太卷，我们只要有微微的一个流向感就可以了，微微的流向感就可以了。一个流向向前，一个流向向后，一种对立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好，再继续我们的第二片。同样的，继续我们的第二片，角度拉高，角度拉高，看到没有？角度拉高，慢慢的把发尾的头发过掉。但是你过的时候，你不要只过发尾，你一定要从中间开始过。为什么？因为中间开始过的时候，你的发干的位置才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弧度出来。如果你只是过到一个发尾的时候，你的发尾有弯度的时候，但是你的发干的一个弧度感，这种大的弧度感是出不来的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弧度感出来。有弧度感出来。好，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侧面就做完了。好，再开始我们这边的侧面。同样的，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同样的两层上下，很简单，上下两层。同样的，从我们侧面的位置开始，从我们侧面的位置开始，同样的角度看一下啊，我们角度是拉低，拉低了以后，我们的电棒是向里面，看到没有？向里面慢慢的弯曲过来，到我们的发尾。这样子产生一个往前推的一个流向，往前推的一个流向。继续，耳后的地方，同样的，角度拉低，角度拉低，电棒向下，一样的，电棒向下，慢慢的垂下来。好，看到流向向前，流向向前。好，继续我们耳后的地方，同样的，在我们耳后的地方，同样的角度拉低，电棒。从侧部进去，从侧部进去，一定要把这个你的发尾呢带出头发的一个张力感，一个张力感。你不需要做的太卷，但是里面头发还是要有一定的流向感出来就可以了啊，流向感出来。同样同等的，到后面都是一样的哦，后面都是一样的方向，不用去想它，你后面都是一样的方向就可以了。好，一样的方向，角度放进去，电棒慢慢的过出来。慢慢的过出来。好，同样的。好，在我们侧面这个位置做完了以后，同样的在我们的顶部的位置，就是跟那边的相同的方式是一样的啊。角度拉高，从我们发干的位置看到没有？从发干的位置开始过电棒，发干慢慢的过电棒过去，带到我们的发尾，看到没有？发尾。好，发尾的弧度有了以后，再用手呢，慢慢的去把这个头发让它冷却。有一个大的弧度出来，一个大的弧度出来。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同样的顶部的位置，角度提高，发干的角度向前大一点，慢慢的到发尾的位置。继续，发尾的位置过掉，过掉了以后，再看一下，我们用手慢慢的就把它脱掉。拖出来，
好，整个侧面的位置就做完了。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同样的，在我们后部的地方做一个连接。后部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把上下两层分开。同样的，上下两层，我们不要去分太多的区，我们只要上下两层就可以了。只是把底部的位置呢，去做一个过渡。底部的位置去做一个过渡。同样的，看到没有？左边往左边，右边往右边。电棒一定是什么？侧部进电棒进去，这样是收紧我们的头发，又有流向。左边往左边，侧部往侧边。好，继续我们的头发。好，最后的是我们上面的头发。这上面的头发就简单了吧？好，把我们后区拿起来，角度拉高。头发在夹头发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头发一定是要有一个顺的状态，就是不要约着的。你约着它的头发就会比较毛躁。顺着的状态。好，电棒从我们的发干的位置慢慢的卷进去，慢慢的过，慢慢的过，慢慢的过。好，过完之后再到我们的发尾，同样的到我们的发尾的位置。电棒在发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旋转的、轻轻的转动的一个动作，有一个转动的一个动作啊，转动的一个动作。好，过掉这个发尾的转动的动作以后，看到没有？发尾就有一个 C 型。好，再慢慢的把头发提起来。刚刚冷却用手慢慢的去把它扩散掉，慢慢的去把头发扩散掉。好，你会看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现在的后面的头发是不是就很有纹理的感觉？很有纹理的感觉。好，这是我们整个后面的头发，看很有纹理的感觉。我们就是要这种松散感就可以了。3根手指的时候是我们第一片，角度呢你一定要拉高，拉高。你的刘海为什么老是夹的时候呢，老是刘海会产生一个分界？要么就变成一个心形，要么就是压到一个刘海的杠印，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第一个不宜过宽，第二个角度一定要高，第三个你在进电棒的时候，看到没有？进电棒的时候看到没有？你只要发尾有一点弧度感就可以了，弧度感就可以了，这样子头发的刘海就起来了。好，起来了以后，在我们的主刘海结束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副刘海的地方，同样的看到没有？同样的在我们副刘海的地方。同样的，看到电棒从中间开始进完之后，从发尾退，那这样的头发呢，它就会比较柔和，它会比较柔和。如果你从发尾开始进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问题，那我的张力感会更强，那代表我的发尾呢就会更卷。看你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这样的结果就会比较柔和的一个状态。好，同样的在这边的头发也是一样的。好，我们把这里的头发提起来，这里的头发提起来，提起来以后，你看到没有？电棒从发干到我的发尾的过渡。再用手慢慢的去把它拨松散，用手慢慢的去把它拨松散。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刘海这个位置就感觉到从侧面或者是正面，你都会感觉刘海的弧度都会比较好，都会比较好。好，在我们整个头发全部加完了以后，我们去检查一下周边有没有一些小的头发是你没有去做到的，去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不够，去捕捉一下。好，整个头发呢。当你觉得整个头发检查完之后呢，你觉得没有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再开始顶部的位置呢，还是要去做一点点松散度，顶部的位置做一点松散度。所以我们在顶部的位置的时候呢，尽量是从后区这个地方开始，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去电棒。好，你头别动啊。好，我们角度拉高，角度拉高，千万别动啊。好，我们从角度拉高，从我们顶部的位置开始，1、2、3、4，电棒旋转推出来。那我们这个地方头发稍微松动感一点点，稍微有松动感一点点，松动感一点。我们第一个，第二个继续，同样的，第二片头发，同样的角度拉高，头发一定要捋顺，捋顺。好，同样的从根部位置，1、2、3、4，旋转拖出来。好，你让这里的头发稍微有一定的松动感出来，松动感出来。那这样子我们头发是不是很容易去松下？从侧面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这样很容易去松出来。很容易去松出来。好，再到我们的这个侧面的位置也是一样的，这侧面的位置看到没有？侧面的位置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侧面的位置也是去找一个好的角度啊，这样看得到啊，角度，去找一个角度。从我们侧面的地方，我们只要它有一点点松动感就可以了。1、2、3、4，只要它轻轻的松一点点就可以了，轻轻的松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这个地方做太高，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松散，去把这个松散度拉出来。同样的，在我们同样的在侧面的位置，好，同样的侧面位置，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在这个角度里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记住啊，头不动，1、2、
2、3，电棒卷进去，拖出来，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松散了？很松散的感觉，这个地方就很松散的。好，整个头发呢，我们在过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开始打点东西，用手呢轻轻的去抓一抓、理一理就可以了啊。先抓一抓、理一理，或者用吹风机呢去吹一下也可以。好，我们在整个头发都加完了以后呢，大家会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头发都是打了一个底，打了一个很柔和、很自然的底。打电棒造型呢，它只是一个手法，它主要是把你的想要的底打出来。最后我们是会靠我们的一个什么，最终去打理的一种方式去呈现，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首先呢，那我就开始用一点点造型品跟大家去稍微打理一下，把整个方向全部做出来。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从正面到我们的侧面，看到没有？去感受一下。同样的，我们还是要去感受一下，到我们的一个正面呢、侧面，还有一个顶部整体的头发的一个松动感，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正面，我们的头发带，这是我们的一个正面的效果。正面的效果之后，再到我们的一个侧面。好，我们再用手去感受一下，看一下波动的时候头发的一个流向，看到没有？波动的时候头发的一个流向，还有我们上面的一个松动感有没有？有了之后就 OK 了，那我们就开始可以去跟它去做一个呈现，就是我们所谓的用一点产品、造型品去把头发呈现出来，好不好？那我们开始怎么呈现，跟大家说一说。那今天我会要一点点微微的一点点干中带一点点湿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要什么？我会选择的是用一个发蜡，就用一个发蜡啊，发蜡大一点点，把手去慢慢的去搓匀掉。打发蜡的时候呢，是很有技巧性的啊，不要是头发的发蜡，当你怎么搓匀了以后，你手上现在目前是最多的发蜡。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从我们的发尾开始，发尾的位置把它全部润掉了以后呢，再从我们的一个发干的位置开始，发干、发尾、发干，看到没有？发尾、发干。那你会发觉一个问题，当你打东西的时候呢，从发尾到发干的时候呢，那你的东西就会，你手上的造型品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少。最后的时候呢，再开始打我们的一个什么刘海的发尾，也是一样的，再打我们刘海的一个发尾的位置，刘海的发尾的一个位置。好，整个刘海的发尾打完了之后，是不是最后还剩一点点？再开始最后的时候是打我们根部的位置。你要记住了，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有的人的时候呢，他打东西呢，一打的时候从根部一戳，哇，这个地方就瘪掉了，这个地方湿掉了，这个地方不匀，整体的东西的出现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把头发呢，产品去把它上的比较均匀。上完均匀了以后，我们再来去调整我们的头发。首先第一个问题，拿起你的梳子，看到没有？把整个头发看到没有？从里面开始去梳它，把整个头发梳顺。刘海也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去梳它，去把整个头发梳顺。梳顺了以后，里面的结构看到没有？它是有力量的。再到外面的头发的浮油感，去把它拉出来。中间的亮感去把它做出来，刘海的一个流向去把它梳出来，这是你要去思考的啊，思考的几个因素。好，这边的头发继续，同样的用梳子把头发梳顺了以后，看到没有？慢慢的放过来以后也是一样的，刘海的位置，刘海的地方去把它梳顺开，把它流向梳出来了以后，同样的上面的浮油感还是一样的，把上面的浮油感去把它做到上面的浮油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面的力量感，上面的浮油感。好，我们把我们的侧面的这个看到没有？侧面头发梳顺了以后，你看到没有？把我们侧面的这个力量感全部做好，
做好了以后呢，我们上面的流向是向后的，头顶的位置是有浮油感的，把我们的浮油感的位置去把它抓出来，看到没有？把我们的浮油感的地方去抓出来。刘海也是一样的，先把头发理，慢慢的流向把它理顺掉。你也可以的这样子刮一下耳后，刮一下，慢慢的把它理出来，都是可以的啊。就是靠你最后的一个你想要打理的一个效果，一个结果，打理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去看一下整个头发，从我们如果我们在做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是，整个头发你的拍的面是哪个面？比如说侧面，好，头往下低一点点，好的，对，比如说侧面，那侧面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鬓角、刘海，看到没有？底座的重量跟流向，中间的结构，头顶的浮油，是不是你都要能完成掉？你要去思考这几个点。当这几个点已经有了之后，你再去看镜头的时候呢，它才会有一个呈现一个这种样的一个视觉。有了这个视觉了之后，从眼睛里面去看它的时候呢，你会有的时候发觉你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从眼睛里面看这个头发已经没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拿手机去拍它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又不对。所以从眼睛里面去看这个视觉的侧面的这个视觉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手机，就是你说的镜头，或者是用相机这个镜头里面去看这个结构的事物。好，当我们侧面的这个地方拥有了之后，我们再从镜头里面去看它你是不是你呈现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先做一个侧面，好，头往下低一点点，对。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头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看到没有？浮油，中间框架的纹理，发尾基座的流向，边沿层次的一个纹理，它是几个面都去促成的啊，它是促成的，慢慢的去感受这个视觉，觉得哪个地方从手机里面去看，哪个地方需要调整，哪个地方需要去捕捉，再去捕捉它。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头发呢，整个头发呢，就是把你的框架剪完，最后打理造成你的一个流向。你的流向完了以后呢，其实最终的头发就是靠你自己去打理它，你自己打理它的一个视觉，一个范围的视觉，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现在你看一下，我就是把头发的这个线条，我不要那么浮油感，看到没有？我不要那么的浮油感的时候呢，你看我只要一点点，微微的一点点，把这里全部都理顺，它又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你看到没有？从侧面的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不同一样的味道。所以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只是最终靠你自己的一个打理的方式的呈现啊。好，那我希望这款头发呢，希望给到你回去学了以后呢，还在沙龙里面经常去做，因为这种头发也是很受当下很多年轻女生比较喜欢的一种感觉，好不好？T'as envie de quoi? C'est jamais.